班里的200万休学旅行费被人偷走了，是谁干的？管理费用的人监守自盗，最穷的学生。但不管是谁，都没人主动承认是自己偷的。而且最可疑的是，从班费被偷的那天开始，负责收取班费的男女班长就再也没来上过学。主人公友一是班里最穷的学生，班费被偷的前几天，他还在为攒够休学的7万费用而拼命打工。友一有4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班长阿成，富有正义感的副班长志法，沟通能力一流的学霸天志，以及有些懦弱温柔的少女心木。友一在心里认定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班费被盗后，阿成和志法就没来上过学，发消息也完全不回，这不禁让几人担心起来。深夜，友一在家里做着手工，突然听到屋外传来动静，打开门一看没有人，只在地上留了一封署名志法的来信。志法说自己有重要的事，11点时约他在校门口见面。然而等到友一急匆匆跑到校门口，却发现他的朋友们全都在，而且对方还是收到署名为他的来信才来的，他们明显是被骗了。然而还没等友一多想，他就被从后电晕，陷入昏迷之前，他恍惚看到有人绑走了他的朋友们。友一梦到了从前的事，父亲告诉他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钱，母亲却告诉他比钱更重要的是朋友。友一满脸泪痕的醒来，发现他们正处于一处纯白的空间内，一只老式的背带裤玩偶出现在他们面前。喜欢动漫的朋友都认出对方是某个深夜动漫里的角色马拉布，喜欢偷孩子们最珍贵的东西。马拉布一上来就让几人和他玩游戏，只要参加这个游戏，每通关一次就能获得200万日元，而且每次游戏都有额外的机会还清他们背负的2000万债务。此话一出，几人都懵了，2000万债务，他们什么时候欠了这么多钱？天志站出来斥责马拉布非法监禁他们，然而却被马拉布告知这是他们自愿参加的游戏，他们5个人中的其中1人欠了2000万的负债，于是向他缴纳了200万的报名费，希望靠这个游戏还清自己的债务。换句话说，那个欠债的人就是偷了班费的小偷，而且就在他们之中，他们选择退出也可以，但是报名费不会被退还，债务也得自己还清。如果选择玩这个游戏，2000万债务会被分成5份，每人欠债400万，可以通过游戏还清债务，而且输了债务不会增加，只是会被困在游戏中。马拉布给了他们5分钟，让几人好好想想。友一想要弄清楚这笔债到底是谁欠的，但其他4人却都第一时间坚定地表示自己不应该怀疑朋友，而是要帮助朋友渡过难关。他们之间的事不需要任何解释，这让友一一下子变得不合群起来。这真的是真正的朋友该做的事吗？马拉布怀疑他不信任朋友，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友一坚定地回答是朋友。既然达成一致，那么第一关的游戏就开始了。白色的墙壁自动打开，里面是一间教室布置的房间，课桌上放置的笔仙游戏的道具，上面的10元硬币格外巨大，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牌，正面是数字，后面是欠债数额。如果游戏通过，数额会下降为0，但每个人的数额都是保密的，一旦拿给别人看，数额就会翻倍。第一关是笔仙游戏，5个人将手指放在硬币上，然后将其推到对和错2种答案上。如果5个人选择的都是正确答案，那么狐仙就会举手，象征他们游戏通关。但只要有1人选择不同，狐仙就会支持少数派，比如1人选错，硬币就会一项错，即被判定全员回答错误。他们每次的答案必须一致正确才能通关。游戏规则如下，游戏共有5道题，只要答对1道就能通关。每人依次打开一个有编号的信封，读出上面的问题，每赢得1分就能得到200万日元，每人债务减少40万。他们只能在阅读问题时发言，如果违反规则，债务翻倍。如果每道题都答错了，最后1人将接受惩罚，且负债最多的人将承担其他人的债务。最后马拉布忠告5人，赢得朋友游戏的唯一方法就是永远不要怀疑你的朋友。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个读题的人是阿成，而第一个问题简单至极，只要回答出日本最高的山是否是富士山，就能获得整整200万日元的奖励。5人自信满满，这题目未免也太简单了。而游戏结束，硬币居然在错的答案上，5人完全懵了。志法刚惊呼出声，就被友一和天志捂住嘴。别忘了游戏规则，如果说第一轮是有人理解错了问题，那么第2轮的1+1是否等于2的问题上依旧选了错，只能说明他们内部是真的出了叛徒，或者说他们之间早就不是没有秘密的了。友一想起阿成因为强吻志法被人家打了一顿，阿成死皮赖脸的拜托友一去找志法给他求情。志法表示自己会原谅阿成，但条件是友一要告诉他一个其他3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友一也答应了。第3个问题是日本的英文是否是 Japan， 而硬币依旧是移向了错的一面。这些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他们到底为什么会一错再错？是有人怀恨在心？友一知道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怀疑所有人。终于轮到了他读出问题。
题。打开信封的瞬间，友谊懵了，因为纸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问题，而是让他自己选择问题。但是在信封底部写着2行字：如果硬币在对那面代表通关，而如果硬币在错那面，只有读题者债务会减半。这一下友谊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他们依旧会错了。前3个信封里装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都以对为正确答案，但自己却选择了错的回答。因为这轮游戏结束，负债最多的人将会承担所有人的债务，所有人都在背后努力减少自己的债务，心中的怀疑和恶意如同沼泽一般翻滚沸腾。友谊开始怀疑起所有人，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2个妹子的监控之中。此时的友谊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如果他选择对，游戏就会结束，但他的债务只会减少40万，而前面的3人如果选择都是错的，他们的负债已经减少到了1半，他也应该选择错才对。而友谊此时想起了心木，心木因为性格太软，总是被别人欺负，友谊又嘴笨不会安慰，但心木却说友谊是自己唯一的朋友，他总是觉得自己和其他3人有些疏远，而且心木明显对友谊有着超乎友情的好感。友谊明白了，他现在最该考虑的其实是心木，一旦每道题都答错，最后心木就会接受惩罚。为了朋友，友谊放弃减半自己的债务，提出1周是否有7天这种简单至极的问题后，毫不犹豫选择了对。然而最后的结果依旧还是错，他们其中有人在恶意的将所有债务推给心木，但如果第5个问题和他们都是一样的，债务依然会保持平衡。此刻友谊突然意识到，如果第5个问题不一样呢？而事实也是如此，第5个问题并没有提到任何减少债务的条件，而是纯粹的判断对错。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过度解读。心木颤抖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吗？监控室的2人兴奋地等待着最后的答案。这个问题如果在第1关被问出来，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相互猜疑。这道题的答案无疑是对，但问题就是他们是会选择全对还是全错，又或者是少数选择对通过，还是少数选择错被淘汰。而就在几人即将做出最终选择之时，友谊却突然违反规则开口说话了：你们想知道志法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吗？这个男生要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公布自己女性朋友的内衣颜色。5个最好的朋友为了偿还2000万的债务，被迫参加了神秘的朋友游戏，只要通过1关就能获得200万的奖励。然而仅仅第1关的笔仙游戏，大家就各怀鬼胎。他们中的叛徒想要把所有债务都推到最后1名的心木身上，而就在大家即将回答最后1道题的时候，友谊却突然不顾债务翻倍的规则开口说话了。不仅如此，他还想借此挑逗其他人也一起说话。但是大家都知道，一旦开口，好不容易减少的债务就会翻倍。友谊直接戳穿了他们其中有人想把债务推给心木的事实，但如今他违反规则说话，欠债最多的人就变成了他。但如果这样下去，输的人只会是他们之中的叛徒，因为他的答题卡的附加项是规则改变，欠款最少的人将背负所有债务。当然根本不存在这条规则。天空后面的双马尾觉得友谊的说法太扯了，其他人根本不会信。斜刘海却让他站在叛徒的立场去想想，好不容易将债务减少了1半，之后只需要把最后1名当成猎物狩猎。然而在只差一点点就能成功的时候，就被告知猎物竟是他自己。但只要一说话，就会掉入友谊的陷阱，承认自己是叛徒，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只能沉默到最后。回到游戏，自然不会有人傻的不打自招。友谊也重新切回傻白甜模式，他们之间怎么会有叛徒呢？他率先把手放在了硬币上。最后一题的问题是：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吗？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回答肯定是是，对吧？友谊威胁的目光扫过全场，仿佛在给叛徒下最后的通牒。如果不回答是，那么死的就是叛徒。友谊的心理战术很成功，硬币移到了正确的是，答对一题，弧线游戏通关，但通关的代价也不小。友谊这一举动无疑埋下了他们之中有叛徒的怀疑种子。通关奖励2000万，5人平分。现在所有人的欠款都自称为360万。友谊虽然说话让金额翻倍，但在那之前欠款已经减半，一来一回都抵消了。大家出发前往第2关，友谊以系鞋带的名义留在了教室里，他可不相信大家欠款的数量都一样，于是借此机会翻看了每个人的答题纸，欠款减少的条件都写在了纸上。然而主办方也不是傻子，附加的那一部分都是用特殊墨水写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会消失。什么都没发现的友谊暗自懊恼，志法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折返回来了。他似乎没有看到友谊的举动，只是表示自己想和他聊聊。他也觉得他们之中有叛徒，所以希望最聪明的友谊能给自己透个底，却没想到友谊却开口说最可疑的人就是他，因为在参加游戏之前，是志法首先不去追究欠债偷钱的人是谁，他所认识的志法是绝对不会原谅这种偷班费行
行为的，却没想到志法真正不愿意追究的原因是以为偷班费的人是有意不禁有些生气。志法是因为他家里穷，父母又不在，觉得他可怜才没有说嘛，却没想到这一问不要紧，志法居然红着脸向友谊告白了。因为是喜欢的人，所以不愿意说出口。友谊人都傻了，只好摸摸志法的头，两人都打消了对彼此的怀疑。志法又对友谊说了一件事，他中途想说话，虽然被友谊和天志拦下，但其实那时候他是真的发出了声音，导致欠款翻倍，所以他现在的欠款额不是360万，而是760万。最后一问的时候，友谊虽然本意是保护心木，但真正保护了的人其实是他，所以志法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背叛友谊。殊不知天志此时正在门口偷听。第二关名为坏话双六，五人来到被布置成的天台房间，这是一个通过不断贬低朋友，最终将他推下地狱的游戏。游戏规则如下，大家按顺序进入隔间，在纸上写下朋友的坏话，投进箱子后站到格子的起点处，然后由马布拉拿出坏话纸公布。观看游戏的观众会对他们的坏话进行投票，根据得票数进行排名，第一名可以向前5步，最后一名前进1步，只要有一人达到终点，游戏结束。但作为承受最多坏话的人，他将会受到惩罚。首先通关的人能得到40万奖金，但是其他人却能得到100万，而且可以回家1小时，且不用参加第3回合的游戏。把朋友的秘密全部曝光，不停地贬低对方，直至地狱的终点，这就是这场游戏最有趣的地方。但如果不愿意说朋友的坏话，也有其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交白卷。如果所有人都交白卷，就不需要提交问卷，所有人都能前进一格，并一起到达终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只能获得40万奖金，并强制参加第3轮游戏，而且一旦有人背叛，交白卷的人就会陷入被动。大家都表示不会背叛，要一起奔赴终点。第一个回合他们确实这么做了，然而一起前进一格之后，他们的债务居然又增加了10万，一格10万的话一共60格，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到终点，他们每人都会增加600万的债务。第二回合依旧全员白卷，前进一格，这一次惩罚居然变成了50万，走一步就背上50万的债务，仅仅2格就增加了60万的欠款，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再这样下去，鬼知道走完全程自己会背上多少债务。而就在此时，马拉布公布了最后的规则，本次游戏中所增加的欠款，最后都由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全部承担。于是在第3回合游戏开始，有一个人没有再交白卷，起初是很小且微不足道的裂缝，但也足够破坏他们之间的友情。而破坏友谊最单纯的方法就是男女关系。马拉布公布了纸上的坏话，志法喜欢友谊，而他之前还跟天志交往过。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对志法告白失败的阿成。投票结果公布，唯一被说了坏话的志法成为第一，前进5步。不过这一次他的债务并没有增多或减少。阿成觉得自己就像是傻子一样被友谊和天志看笑话，天志还要火上浇油的炫耀自己前任的身份。志法解释他和天志其实是青梅竹马，天志和检察官父亲和志法的警察夫妻是好友，从小就给他俩定了娃娃亲，所以他们只好在父母面前假装交往。2年前天志因父亲亡故转学，他们的关系就此中断，直到去年他们才在这个学校偶然相遇。虽然志法对天志只有竹马之谊，但天志却说自己至今仍旧喜欢着志法，并将矛头指向了阿成。他从很早之前就非常不满阿成对志法的说话和态度，阿成更是来气，有不满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写在坏话纸上？但天志却说这条坏话根本不是他写的，他还觉得是阿成听到了别人的流言恶意陷害他们呢。对于他和志法以及友谊的特殊关系，阿成绝对很嫉妒，因为只有他一人是字面意义上的朋友。阿成揪住天志的衣领就要教训天志，友谊赶紧分开2人，如果都喜欢志法的话，那就别做让他伤心的事啊。男生那边因为志法争风吃醋，得知志法喜欢友谊后，西莫的表情也变得不对劲起来。第4回合开始，友谊首先进入隔间，他明明拿起了笔，却出来之后对志法说自己交了白卷。虽然大家都肯定自己交了白卷，但这次的坏话纸却有3张，分别针对初2和妈妈一起洗澡的阿成，1个月不洗澡的友谊和曾经整过容的志法。志法这一条因为实在太过劲爆，被再次排名第1。阿成轻松地说志法这一条肯定是假的，却没想到志法并没有否认，而是反问他，如果自己整过容，阿成还会喜欢自己吗？还是连朋友都不和他当了？比起爱情，友情其实更加经不起考验。所有人都出于各种目的才和他成为朋友，没人想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做朋友。不管是无常的爱情还是无常的友情，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被爆出曾为了钱去做援助交际，女孩在最好的朋友面前当场崩溃了。她跪在地上，不停地质问好闺蜜为什么要把这个写出来。原来西木真的在初中的时候做过援交，而这件事只有志法一人知道。尽管志法一个劲的解释不是自己，但西木完全听不进去。阿成还在一边毫无自觉的插刀。原来西木顶着这么纯洁的一张脸，居然做过这么脏的事啊！天志对着阿成的脸就是一拳，叫他不会说话就老实闭嘴。让友谊去陪着西木冷静后，天志安慰志法到另一边平复心情。这一轮只有西木有坏
坏话，所以新木成为第一，向前进5步。坏话双六进行到第5轮，大家的情况也都各不相同。志法暂时排名第一，欠款180万；天志排名最后，欠款70万。只要有1人到达终点，就算游戏通关，获得40万奖金；没有通关的人额外获得1000万奖金。而且本轮游戏内所有增加的欠款，全部由到达终点的人全部承担，并强制参加第3轮的游戏。如今的局势对志法来说非常不利。不过现在最让人在意的是新木被爆出的援交事件。新木初中的时候受到了比现在还要严重100倍的欺凌，但因为不想给妈妈添麻烦，一直在忍气吞声，被朋友鼓励，被老师放弃，唯一让那些人停止凌霸的方式就只有交钱，只有钱才能保护他。但是自己的零花钱根本不够用，害怕再被欺凌的新木只好继续寻找来钱的方式。这时候他遇上了一个男人，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很普通的约会吃饭，但渐渐就变成了卡拉 OK 和私房照，到最后就演变成了摸一摸。为了钱，新木一再放低自己的底线，不过还没做到最后一步，他就因为太害怕逃走了。虽然做过援交，但他始终没有越过那条线。新木害怕友谊会因此离自己而去，哭着解释自己到现在还是处女。屏幕外的两人吃瓜吃得开心，女孩子的处女情节虽然会为这种事情生气的都是屌丝处男，但实际上无论男女，越是清高的人就会越在意他人的污点。明明自己活得那么清高，连这种普通事都做不到的人都是不可饶恕的。出生至今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并且自认为今后也绝对不可能犯错的人，不能容忍别人所犯的一次错误。所以友谊是选择原谅还是相信新木，取决于他对自身的肮脏有多大的认知。最终友谊选择了相信新木，并附在友谊身边说了句悄悄话，保证自己绝对不会离开他。友谊没有任何的心神不定，就原谅了新木，这说明他对自己本身的认知是肮脏的，他的过去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稳定下来的新木躲在了友谊的背后，他现在已对志法失去了信任。志法莫名其妙的想要争辩，但是被天志劝下了。刚上高中的时候，他救下了被小混混们欺负的新木，刚准备走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说新木这种为了钱什么都做的女人不值得他救。随后志法知道了新木初中时候援交的经历，但是他已经和新木约好了，不会再和任何人说，他们也因此成为了朋友，他是绝对不会打破朋友之间的约定的。天志表示自己愿意相信志法，作为他的青梅竹马，他一直都知道志法是个既正直又诚实，始终都挂念着朋友的人。五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复杂，究竟谁才是想要破坏他们之间友谊的罪魁祸首？目前孤零零的阿成是有最大嫌疑。作为富二代，他比起钱要更加重视友情和爱情，但是他喜欢的女生却和另外2个男生纠缠不清，而第二可疑的人就是天志了。虽然他不可能不知道新木援交，但是他绝对知道志法喜欢友谊和志法整容的事。不过说起这个，最可疑的人应该是志法本人才对。目前爆出的大料，他全部都是知情人，而且坏话纸上写自己的坏话也是可以的。而事实正如双马尾和斜刘海所料，他们5人之中确实有想要破坏他们友情人的存在。时间退回到朋友游戏开始之前，收齐了休学旅行费用的志法正准备将钱交到教室办公室，但不巧有老师叫他去和办公室相反的多媒体教室。无奈之下，志法只好先将费用锁进了自己的柜子里。志法离开之后，阿成不愿意吵醒打工补觉的友谊，借了别人的数学作业抄。新木抱着书突然被人撞倒在地，画稿散了一地。新木不好意思的遮掩，他现在正在画漫画，飞出去的钢笔不小心刮伤了对方的脸，但那人却笑着表示没事。与此同时，志法柜子里的休学费用不翼而飞。没错，偷走200万报名参加这个游戏，想要破坏他们之间友情的人正是天志。知道志法初中时为掩盖脸上的伤做过整形，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尾随志法，对方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他在送给志法的防盗警铃里放的窃听器听到了新木的秘密，他知道志法放钥匙的位置，偷走了200万，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搞坏志法的所有人际关系，让志法最后只能依靠他一人。他真的好想看看那个时候的志法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被好闺蜜诬陷曝光援助交际的秘密，志法现在可以说是百口莫辩。现在唯一相信他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只有天志一人。要说为什么，因为西木做援交的那条是他写的。不仅如此，志法喜欢友谊和志法整容的爆料全都是他写的，这一切全都是天志的阴谋，为的就是将志法的人际关系全部破坏。大家都停下来，不再有其他动作，这才是坏话双六的真正玩法。第一关埋下疑神疑鬼的种子不断发芽，已经到了互相憎恨的地步。再加上这里面如果真的有叛徒的话，修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志法在确认了天志相信自己后，又问他觉得写那些坏话的会是谁。天志痛心疾首地摇晃着志法的肩膀，如果连他都开始寻找犯人的话，之间的关系就再也无法修复了呀。志法成功被唬住，不再追究，而这也在天志的预料之中。现在新木对志法的友情已经被破坏，接下来就该破坏志法对新木的友情了。天志犹豫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写下坏话的人会不会就是新木自
自己。志法当然不相信，但天志却让他看紧紧搂着友谊的心木，很明显心木也喜欢友谊。在发现自己比不过被所有人喜欢的志法后，故意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这样既能获得友谊的安慰，又能降低志法的地位。志法不敢相信，但天志又说，如果是这样，那友谊未免太可怜了。友谊既单纯又温柔，被女孩子恳求肯定是不会拒绝的，就算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别人。虽然天志知道自己说的这些不足以破坏志法对心木的友谊，但至少已经在他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游戏继续，第一个进小黑屋的是天志，他原本打算再写点诋毁志法的坏话，不过考虑到自己目前排名最后，没有针对自己的坏话会惹人怀疑，于是写了关于自己的坏话。今后只要一边注意排名，决定写谁的坏话，就没有人能怀疑到他身上。在屋里待够3分钟后，天志一出门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友谊居然当众扇了志法一巴掌，原来是趁天志不在的时候，志法直接去找了心木对峙，问坏话是不是心木自己写的，于是就有了天志看到的场面。心木用志法整容的事情反吹相讥，志法解释自己整容并不是为了变美，而是为了消除脸上的疤痕。这下子志法和心木关系彻底破裂，再加上友谊维护心木，志法对友谊也已经不信任了。天志没想到他不在的时候事情发展的如此顺利，于是假模假样的去找志法道歉。志法对于友谊和心木已经完全不信任了，他趁虚而入的表示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会相信他，成功让志法对他敞开心扉。女人是机灵的生物，遇到更理解自己的人时，变心就是一瞬间的事。最后大家依次进入小黑屋，这次只有2个坏话，一个是心木为了报复志法曝光了志法穿男士平角内裤的小秘密，而天志那一章写的是他的年龄是谎报的。天志也坦坦荡荡地承认了，他的确要比其他人大1岁。他初中毕业后去了别的高中，不过因为发生了很多事，几乎1年都没去上学，于是转校之后就从1年级开始读了。而这件事只有他的青梅竹马志法知道。很明显，天志的暗示是志法曝光了他的秘密，这下所有人都对志法产生了怀疑，志法人都傻了，这一点真的不是他写的。天志趁机搂走志法，他早就说过了自己会无条件的相信他，但是现在的志法已经被其他人孤立了，他希望以后志法能待在他身边，不要轻举妄动。志法也乖乖听话了，这就是天志的最终目的，让志法只能依靠他一个人。投票结果出来，志法再次荣获第一，前进5个，却没想到欧奇爆棚抽中特殊事件，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能够指定小组中任何一人，得到他的惊天大爆料。随后对这一爆料进行能够原谅和不能原谅的投票，根据投票百分比决定前进的步数。如果投票率是100%，此人就一口气前进10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翻盘点。天志人都傻了，什么翻盘点？这是他的大危机呀！如果选到了他偷班费设局参加朋友游戏的事不就全曝光了？他所做的一切不就都白费了？如今的选择权在志法手中，他到底会选谁成为了关键。志法不愿意伤害其他人，于是选择了最信任的天志。这下彻底完蛋了。眼看天志的秘密就要曝光，阿成突然挡在了天志面前，让志法选自己。他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说了冒犯的话，但他依旧想和大家做朋友，希望借此能把自己的过错补偿。而且他又自信自己没有一件事是被藏起来能伤害到他的。于是在阿成的坚持下，志法改口选择了阿成。天志逃过了一劫，但阿成却被当场爆出惊天猛料。大屏幕上显示出了阿成身为检察官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职权骚扰、欺凌女性、性骚扰、收受贿赂、私通犯罪组织。他现在正在为掩盖丑闻一掷千金，也就是说阿成的父亲是个人渣。没想到居然调查到了他家里，阿成人都傻了。即使不是他的错，但是没有人愿意会和犯罪的孩子做朋友，不管他们本人的友情有多么纯洁，社会也不会原谅他们。执法很抱歉爆出了阿成的黑料，但他并不介意的向阿成伸出手，他们依旧还是朋友。但逃过一劫的天志却又找到了借题发挥的地方，他拦在执法面前质问阿成做了坏事的只有他父亲一人吗？阿成为什么突然这么主动要求曝光自己，还坚持说他没有隐瞒的事？如此的相信自己，是因为他把自己干的坏事推向父亲，让他用钱摆平了吧？接着天志又挑起大家的疑心，像他们这样的学生根本借不到2000万的债，如果这笔钱是阿成借给他父亲遮盖丑闻的呢？天志3言2语就让阿成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自发的远离了他，甚至都不愿意听他解释。天志在心中暗喜，虽然阿成可能救了他一命，但他只觉得对方是个蠢蛋。投票结果出来，99%的人选择了不原谅，阿成前进9步成为第2。而接下来的一轮坏话中，阿成再次被爆出曾经杀过人，这一下不仅是阿成，就
就连原本打算弄死阿成的天智都傻了。虽然他一开始想写点东西，但是为了不惹人怀疑，他明明交的是白卷，也就是说这一条根本不是他写的。此时天智突然注意到了有一阴险的神色，难道这一条是有意写的？天智是要毁掉智法的一切，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对方，而是因为智法曾经夺走了他在世上最重要的东西。阿成曾经杀过人，这个爆料可谓是惊天大瓜。阿成当然不承认，他怎么可能会杀人？规则里明明白白的写着，爆料的坏话如果是谎言就会接受惩罚。现在天智100%肯定阿成杀人的坏话是有意写的，而正当他得意洋洋的看有意接受惩罚时，裁判马了步却让阿成证明自己没杀过人。阿成人都傻了，这要怎么证明？无法被证实的坏话就由观众投票决定，相信他没杀过人的一方只要超过50%，就说明他是清白的。阿成不断哀求观众们相信自己，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烦恼，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爸爸都给他解决了。此话一出，不相信他的人占了99%。有钱人说的大道理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你很难去证明一个没有确凿证据的谎言。4步前进9格，超越智法成为第一。此时有意向阿成伸出了橄榄枝，表示自己相信他不会杀人，并且他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是谁故意破坏他们关系的叛徒了，之前的坏话全都是那个人写的，所以大家不要再互相仇视了，现在更应该团结起来。天智暗暗心惊，以为自己被暴露了，不过有意并没有揭穿他，这也就说明有意只是在虚张声势。然而有意的下一句话却是他已经找到了这个游戏的攻略方法。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游戏不对劲，开始的几个回合他们全都信赖步调一致，但是就走了2步就让他们的欠款增加了300万，但通关却只能获得200万的奖励。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个游戏里有观众，所以运营的主要工作就是让观众看得开心，但是不公平到一定程度就没意思了。于是在第6回合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欠款减少，游戏有增减才有意思。除去坏话这一因素，本身就是一场普通的双6游戏，从头到尾的结果就是欠款不增不减。为了干扰他们，主办方将减的条件集中在了前半部分，加的条件放在了后半。如果他们能一直相互信任，从头走到尾，负债后就会不增不减。现在发现有些晚了，就算是现在一起交白卷走完全程，阿成也会第一个成为到达终点的人。这个游戏难就难在不知道对方写了什么，但如果大家都知道对方写了什么呢？有意提议下个回合除了阿成，所有人都写关于自己的坏话。如果叛徒打破规定写了别人的坏话，就会出现只有他一人没有坏话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个约定进行下去，那就和写明投票一样，叛徒不能暴露自己。按照这个方法，第一名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剩下的人很快就会追上来和他持平。虽然不是完美的攻略方法，但至少能让朋友间不再互相伤害。大家都不希望他们的友谊断送在这里吧。而就在此时，天智却跳出来反对，让友谊如果知道叛徒是谁的话就说出来，大家一起写叛徒的坏话，让他成为第一，这才是最好的战略吧。天智之所以笃定的站出来，是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友谊在虚张声势，他根本就不知道叛徒是谁。友谊果然开始慌了，推辞什么不愿意让叛徒一个人进第3轮游戏，天智也没有逼得太紧，而是如果友谊的计划行不通，他就必须要说出叛徒是谁，他就再也不会相信友谊了。友谊答应了，一轮游戏下来，友谊自信满满的表示数量肯定是4个，却没想到这时的坏话数量整整有10个。天智抓住了友谊方法的漏洞，故意在里面放置了超量的坏话，导致计划失败，然后借此逼问友谊谁才是真正的叛徒。友谊当然说不出来，只好承认自己是在虚张声势。天智也趁机和友谊闹掰，堂而皇之的带走了智法。回头的瞬间，天智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再也没有人妨碍他将智法推入地狱了。在智法将他最重要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夺走后的2年，他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一轮游戏过后，智法只差1格就能达到终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办法都帮不了智法了，就算所有人都交白卷，智法也必须要前进1格。主办方都认为这场游戏绝对是智法输，背叛者的执念战胜了友谊的智慧。然而C6海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倒回录像，接着他就看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友谊这个人绝对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友谊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让叛徒自我暴露的办法。天智心中一惊，再次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谴责友谊，你又想让他们陷入混乱吗？而且就算是找到了背叛者，也救不了智法。友谊再一次提起了谎言被拆穿的惩罚，谎言被拆穿就要被强制性的移动到第1名的1格。下一轮他们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写同样的内容，而符合他们所写内容的只有那个叛徒，而那句话就是我是自愿参加朋友游戏的。背叛者一开始就是抱着破坏他们的友谊想法来参加游戏，也就是说申请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就是背叛者。只要他们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
名字，背叛者就会因为说了实话而不被惩罚。这一下除了背叛者，所有人都会移动到治法那里。而如何证实是否是真话，这一点更是简单，因为到底是谁报名的朋友游戏，管理者们早就知道了。既然叛徒不愿意和他们友好相处，他就只能把叛徒踢出队伍，带着真正的朋友去参加第3轮游戏了。面对天志的质问，友一显得非常从容，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不写的人就绝对是叛徒，特别是最关心治法的天志，他肯定不愿意让治法一个人到达终点，对吧？友一把纸递给了天志，让他第一个去写。天志根本没法拒绝，一旦拒绝就摆明了自己是叛徒，但是写上被查出来还是会曝光他是叛徒。没想到友一居然会想到这种方式，天志瞬间脸色狰狞，却冥思苦想不出解决办法。眼看时间就要到了，他只好先按友一说的来，等到他暴露的时候再狡辩是有人陷害他，只要有一半的人相信他，他就有机会再找别的借口。知道他是背叛者的瞬间，他就开始哭，只要装作可怜，天真的友一就绝对会相信他。所有人都写好了坏话，天真的情绪都酝酿好了，却没想到这里公布的坏话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志自己写的，剩下的4人交的都是白卷。天志懵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写的？此时他才注意到4人看他的眼神非常不对劲，原来这就是友一让叛徒自我暴露的真正计划。天志见事情暴露，当场跪地痛哭，友一也如计划中的一样走过来安慰他，但直到友一抓起他的头发，天志这才发现原本温柔善良的友一此时却变得无比可怕。狡辩的话以后再说，现在他只想让天志亲口告诉自己是不是他申请参加的朋友游戏。面对友一的压迫，天志终于说出实话，是他申请参加朋友游戏的。邪路海也发现友一为了揪出叛徒，从这场游戏的一开始就已经在布局了。他就是整部剧里智商最高的存在，轻轻松松就让他们的叛徒天志自己暴露。他友一在第2场游戏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耍手段揪出叛徒了，于是他从第3回合和治法开始了合作。人多口杂，他们几乎没有商量的时间，于是友一一开始利用现成的条件进行活动。斜刘海让双马尾仔细看第4回合的录像，友一进入小黑屋后拿了2张坏话纸，之后又拿起了笔，但出去之后他又和治法说自己交了白纸，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正确的使用坏话纸，而是在出去之后借机交给了治法。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全信任，于是他还做了测试，让治法将只有2人知道的秘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友一1个月不洗澡的坏话。写下友一坏话的是治法，那么剩下的坏话就必然不会是他写的。将治法认定为同伴之后，他又去测试了金木，告诉他治法是同伴，但是为了揪出叛徒继续演戏，然后在下一个回合写一个只有他知道的治法的坏话。于是金木写了治法穿男士内裤的坏话，剩下的天志谎报年龄的坏话就只可能是天志或阿成写的。于是接下来友一假意扇了治法一耳光，实则将指使塞给他，用坏话纸传递消息是第1个手段。那么友一的第2个手段就是利用各种下意识的暗示操纵大家进入小黑屋的顺序。确定了2个妹子是同伴后，剩下的就是天志和阿成了。这时候出现了特殊事件，既然主办方知道是谁会参加朋友游戏，叛徒因为风险太高不会主动要求选自己，所以叛徒基本就可以锁定是天志了。而友一提出的全员写自己坏话的那个提议会被天志破解，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曾说过这次之后欠款增加的可能性会变低，那是在确认天志的背叛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其他。天志的那一回合仍旧没有收手，说明他不是为了钱。至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暴露他的身份，友一是怕他破罐子破摔，写一大堆坏话乱搞，于是选择最大限度的让他只有活动。在最后一回合让天志先进小黑屋之后，友一立刻指挥其他人交了白纸。天志突然发现了漏洞，友一使用排除法确认的叛徒，但是游戏的规则是1个人可以写好几个坏话，如果从一开始友一不洗澡和治法整容都是治法写的呢？友一自然也料到了这一点，于是从一开始就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友情的证明，这是他的第3个手段。友一让天志好好看看大家的身上有什么变化。天志惊悚地发现其他3人身上的名牌都消失了，因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大家都将自己的牌子交给了友一保管。牌子显示欠款的地方装有视线追踪的摄像头，只要不看就不会让欠款增加。当然为了一开始获得治法的信任，友一也曾将自己的牌子短暂地交给了治法保管。他用牌子做人质，防止其他人写出他指定坏话以外的坏话，不交出牌子就无法获得信任。友一的做法绝非正义，他的思想根基是邪教
绍和传销。他很清楚金钱的力量、恐怖和人心的柔弱。友谊绝非一个普通高中生那么简单。天智最后问友谊，友谊说自己是按照可信度进行的排除法，也就是说他在友谊眼里从一开始就是最可疑的。他有什么地方露了马脚吗？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天智觉得友谊的表现最不像他自己。友谊眼中的天智聪明又冷静，朋友间发生争执，他总会出来劝架。但是这场游戏一开始他就和阿成吵了一架，而且阿成写画画这种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阿成是个大嘴巴，谁都没有告诉过他自己的秘密。阿成为了保护志法，在第4回合自己写了自己初中和妈妈洗澡的坏话。新木援交的秘密曝光后，阿成说话的本意是为了鼓励新木，但对方是个笨蛋，说话直也不会看人脸色，这样的笨蛋是完全当不了叛徒的。而想要将叛徒的罪名嫁祸给阿成的天智就成了最可疑的人。天智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计划居然败在一个笨蛋手里。马拉布过来提醒他们，游戏还要继续，即使揪出了叛徒，但他们还得继续向前。现在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志法一个人失败的事实了。然而友谊却还没说完，他附在马拉布耳边说了句悄悄话。顿时惊得监控室里的两人赶紧对友谊说的话进行调查，而调查的结果是真的。马拉布立刻宣布游戏结束，只有友谊一人晋级下一轮游戏。原因是友谊在第7回合提交了假的坏话，而他现在证明了那条坏话是假的，因此被惩罚走到制法前的一格，也就是直接晋级。大家全都懵了，这就是友谊的最佳手段，牺牲自己保全他们。那背叛的天智该怎么办？友谊却显得非常冷漠，接下来就不是他该处理的事了，因为他并没有资格去怪天智。他当时为了安慰星木说的悄悄话，是他曾做过的谁都比不了的过分的事。第7回合阿成曾经杀过人的谎言是他写的，然而真相却是曾经杀过人的人是他自己。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石化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居然是杀人犯，甚至还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亲手杀了3个人，并不是什么意外和误会。马拉布也不明白友谊为什么要选择一人晋级第3场游戏，因为第3场游戏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一个人过关。而对友谊来说，朋友只是让他成为正常人的抑制器，现在他主动扔掉了抑制器，他的能力将会彻底解放。而知道了友谊是杀人犯的3人却是破了大防。阿成首先绷不住，一想到友谊这种杀人狂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和他们玩耍打闹，他就觉得无比恶心。然而此时天智却站出来痛骂了阿成，两人原本就不和，这下更是直接动起手来。志法忙着劝架，希望友谊能解释一下，西木则是直接崩溃，哭着要回家。友谊叹了一口气，他就知道会变成这样，正好他也不需要朋友这种累赘。曾经有一个人对他说，朋友是比金钱还要珍贵的东西，但是他至今也没能理解这句话，只是因为他喜欢说这句话的人才一直照做而已。友谊即将为了他们前往下一场比赛，然而得知了他是杀人犯的几人却连一句简单的祝福都说不出口。就在友谊即将要从出口一跃而下的时候，天智却突然叫住了他，表示自己也在游戏中撒了谎。他在第3回合写了自己和志法交往的坏话，但其实他对志法没有一点感情，他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所有人的友情，独占某个人的心，而那个人不是志法，而是友谊。天智的惊天暴雷把所有人都吓傻了，但是口说无凭，谁知道他是不是为了通关瞎编的谎言。于是天智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喜欢友谊，摘下眼镜对着友谊就亲了上去。没错，他亲了上去，证明成功。天智和友谊一起进入第3场游戏，他们联手的话一定能战胜朋友游戏的幕后黑手。第2关坏话双6挑战结束，每个人获得赏金200万，只不过对于晋级的友谊和天智的惩罚，每人增加欠款90万。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展开，但是天智明显有着自己的目的，因为这已经是他第2次参加朋友游戏了。朋友和钱到底哪个更重要？小时候母亲告诉友谊，比钱更重要的是朋友，但友谊的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世界上没有东西比钱重要。第2局被天智强吻之后，两人双双晋级第3轮比赛。然而一醒来，两人却处在一间地牢里。马拉布说，为第3场游戏做准备，他们要在这里待够3天。天智向友谊道歉，自己强吻友谊只是为了跟他一起比赛而已，并将自己背叛的原因和盘托出。原来这已经是他第2次参加朋友游戏了。天智示意友谊捂住名牌上的窃听器，这一切全都是志法的错，他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天智初中的时候有2名非常要好的挚友，他当时踌躇满志，拿出自己积攒的100万要和朋友一起创业，
本来一切都非常顺利，直到他的朋友们见到了志法，资金运转开始变得不对劲。朋友一再的逼问他有没有和志法交往，他解释只是父母定下的婚约，两人才勉强相信。初中毕业之后，资金运转到300万，他们又上了同一所高中，其中一人提议他们将300万等分各自运营，等到合计资金到2000万的时候，赚得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将来的 CEO， 并获得和志法求婚的机会。运营到1000万的时候，他们3人被绑架到了朋友游戏，并被告知其中有人欠下了1000万的债务。他在第3回合失败，独自承担了全员2000万的欠款。2天之后，他以不可泄露这场游戏为条件被释放。最好的朋友转学离开，天志找到了其中之一，逼问他为什么背叛，却被告知他们的钱都为了志法花光了。志法在某天放学找到了他，他居然知道了天志和他同学见面的事情。天志违反了约定，告诉了志法全部。巨大的压力下，他只好去找父亲求助。得知了一切后，父亲并没有怪罪他，而是出门打算找志法谈谈。但是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死因被志法的父亲断定为自杀。从此之后再也没办法相信任何人，但毫无疑问，这一连串事件的轴心就是志法。自那之后，他开始对志法进行彻底的调查，但却收到了恐吓短信。无奈之下，他只能孤注一掷，将大家设计进朋友游戏，逼志法露出马脚。不过他的计划中途就被友谊破坏了。友谊对此事将信将疑，天志见状又给他爆了个大料。第2场游戏结束后，运营商会告知大家欠款总额，他们 C 组现在欠款是1080万元。如果按照每个人所说，友谊和天志现在是410万，阿成和新木220万，志法620万，总计是1880万才对，比实际欠款多出了800万，也就是说他们其中有人说谎了。天志主动坦白，第1轮游戏自己的问题卡上有欠款减半的条件，所以他真正的欠款是210万。阿成的应该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欠款只有20万。志法的欠款实在是太多了，但假如他没有受到加倍惩罚，那就是欠220万。这样一来，大家的欠款就对上了。第1轮游戏结束后，天志偷听了友谊和志法的对话。假如志法真的没有欠款翻倍，还做出那种样子，那可真是个大欺诈师。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能确认的都只有自己的欠款数量，再正确好听的话都不可能100%确信。他们看似相互了解，却不尽然，就像天志不会想到他是杀人犯一样。友谊问天志为什么要跟上来，因为他之前说过要将这个朋友游戏击溃。天志自始至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父亲报仇，而核心就是志法一家和这个朋友游戏。天志恳求友谊和他并肩作战，他明白友谊是一个危险人物，但他也有将运营真正击溃的实力。光明正大的手段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天志拿下了自己的名牌给友谊看欠款，不过他也因此获得了欠款翻倍的惩罚。他知道自己说不出并肩作战这种话，但至少让他跟在身后，被当成工具使唤也无所谓。天志下跪请求友谊不要抛弃他，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友谊让天志给他3天时间考虑，60个小时之后，两人唯一的一瓶水也喝光了。友谊问天志，对他来说朋友是什么？除开志法和背叛他的朋友，阿成和新木又算什么？天志嘴上说两人只是他复仇路上结识的陌生人，但内心还是感受到了两人对他的友谊。于是友谊和天志定下约定，回去之后天志要好好和大家道歉，而他发誓会不择手段地通关第3场游戏。72小时结束，两人被放出地牢，来到一片丛林。第3场游戏名为友情捉迷藏， C 组的友谊和天志要对战 K 组的5人，赢了就算通关，输了就彻底结束。两队各自从队伍中选出一位躲藏者，藏在森林某处，剩下的人为寻找者，首先找到对方躲藏者的一方获胜。这场游戏对于人多的一方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友谊真的一人来了第3轮，他甚至都无法参加游戏。但即使有天志的加入，局势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压倒性的不利。第3场游戏禁止暴力行为和躲藏者移动，但是可以互相联络、投降甚至倒戈。如果觉得自己的队伍要输了，寻找者可以倒戈向对方队伍。虽然倒戈胜利不会进入第4场游戏，但是自己的失败需要承担的欠款将全额由原队承担。倒戈的人可以欠款清零退出比赛。当队伍只有2个人时，一人倒戈后，游戏将直接结束。如果倒戈后还是输掉，倒戈者的欠款将增加到败北队伍的平均欠款额，然后再获得原队伍继续参加第4场比赛。鉴于友谊之前的行为，名牌交托行为
为被禁止了。其他组有独自进入第3场游戏的人，马拉布问他是否愿意将其吸收为队友，一听是女孩子，友谊当场答应。天智人都傻了，现在找陌生人当队友，风险会不会太大？但友谊却说，这场游戏不论几个人，基本都不可能赢的。而参加的新人居然就是位监视者的双马尾玛利亚。K 组的负责人金发女让对运营方忌惮不已的友谊非常不屑，他们 K 组里可是有天才存在的。小刘海儿非常不屑，他可不觉得仅凭天才就能陨落怪物。两队都确定好了躲藏者，分别是天智和对方的壮汉门仓，躲藏时间为2小时。马拉布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这是一场基本不可能通关的游戏。由于和天智所在的 C 组在第3场和 K 组展开了名为友情捉迷藏的游戏，每组各派出1名躲藏者，剩下的都为寻找者，找到对方的躲藏者即为胜利。游戏规则如下：比赛前有2个小时寻找藏身处的时间，比赛途中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禁止躲藏者在选定地点后2次移动，一旦违规就会立刻判负，且全队欠款翻倍。最后是允许事项：1. 联络，比赛前主办方为每人发了一部联络用的手机，参加者可以不分敌我的进行联络。2. 进餐，森林中央有着大量的食物，游戏开始后可以随意取用，躲藏者的食物由寻找者带过去。3. 投降，这是躲藏者独有的权利，要是再怎么等待，友方的寻找者都找不到对方的躲藏者，自己又实在等不下去的话，就按下投降按钮，自己的队伍即可被判负，但被别人按下按钮不算数。4. 倒戈，这个在之前的说明中已经提到，就是寻找者可以倒戈向敌方。这场游戏显然是寻找者越多越占优势，而这对于只有3人的 C 组来说，可谓是压倒性的不利。更别提其中1人还是主办方塞进来的检查者。友谊和天智在这之前已经3天没吃饭了，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再加上身边还有一个随时可能会倒戈的队友。友谊找了一处隐蔽的洞穴，将天智塞了进去。至于玛利亚，让他待在了相当远的地方。天智还记得友谊说过，这场游戏无论多少人都不可能通关，对方会有4个人来找他。友谊表示，正当获胜肯定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就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有把握获胜。而这个不正当的手段，关键在于天智能忍受到何种程度，无论他采取何种行动，他都必须要忍耐着，只要不按下投降按钮，他们就还有胜算。天智坚定地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降的，毕竟友谊是自己为父亲复仇的最后希望了。为了取得友谊的信任，他什么都愿意做。友谊笑着表示，这场游戏他们赢定了。2个小时差不多过去了，友谊和天智分别，他表示会尽快解决回来，让天智相信他并等下去。但是在那之后2天过去了，友谊都没有出现过。人5天不吃饭会发生什么？饿了5天的天智已经到了极限，敌方也没有要找到他的意思。但就算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找人非常困难，给他送一次食物和水应该是可以的吧。天智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难道他被友谊背叛了？但如果友谊倒戈，他应该会带着对方找到自己才对，难不成是在故意折磨他？难道友谊一直没有忘了他背叛的仇？嘴上说着休战，其实是为了在这场游戏里报复回来。那么友谊现在极有可能边享受着美食美女边嘲笑他。被饥饿扰乱理智的天智越想越气，拿起投降按钮就要摁下去。不过好在关键时刻他找回了理智，他决定给友谊打一个电话，就算不能过来，电话联系总行吧。在天智焦急的等待中，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阵忙音。天智崩溃的咬着手机，饥饿几乎要将他逼疯。突然友谊主动打了过来，天智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但电话那头的人却并不是友谊，而是 K 组的人。对方表示友谊已经打算抛弃他了。天智当然不信，友谊现在应该在拼命寻找 K 组的躲藏者才对。然而对方却说友谊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这2天一直都在和玛利亚悠闲的吃饭睡觉而已。而且他还说过，天智在第2场游戏中背叛了他们，他一定会狠狠地报复回去。无穷的恶意将天智包围，虽然他最终选择相信友谊，但此时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了，只能祈祷友谊快点回来。 K 组的人得意地挂断电话，全员围在了友谊和玛利亚身边，再怎么挣扎都没用，他们可是有队友想出的必胜法。在第3场游戏开始之前，他们躲藏者主将门仓就想出了一招必胜法。这场游戏根本就不是靠赌运气去寻找他人，而依旧是在考验友情。捉迷藏的范围是整片广袤森林，这片森林无边无际，要找着躲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瞄准了游戏中的进食规则，不能动的躲藏者的食物要由寻找者带过去，那么他们就能瞄准对方带食物的空档找到躲藏者。门仓立刻指挥队友行动起来，他们队伍之间的团结能力即使过了2关也依旧坚不可摧。门仓出色的领导能力功不可没，他们所属同一个运动部，比起单纯的友情，规律而秩序的他们有着更加坚固的羁绊。金发女得意洋洋地向斜刘海炫耀自己的队伍，打赌3天之后这场游戏就会以 K 组的
胜利收场，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这场游戏的必胜法，那就是当躲藏者饥渴难耐时，追踪为其送水和食物的运送者。正如 K 组所说，在这种森林中找到躲藏的人几乎不可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保持跟踪状态和会不会被对方甩掉。这一点上 K 组也做得毫无疏漏，人数占优还都是运动能手。C 组已经陷入只要行动就会被追踪，然后暴露躲藏者，就算不行动，躲藏者也会撑不住投降的地步了。败北是迟早的事，接下来就是看友谊先被追踪而败北，或者天智先投降而输掉了。由于饥饿和精神压力，天智出现了友谊给他送水的幻觉。金发女觉得友谊实在太残忍，既不去寻找敌方躲藏者，又不打电话鼓励天智，还真就什么都不做，一直待在食物分配点，吃了睡，睡了吃，甚至还将己方的情报通过闲聊泄露给对方。难道他真的是铁了心要抛弃天智吗？玛利亚虽然作为监察者，但表面上还是 C 组的队友，一点也不行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其实玛利亚偷偷汇报过一次，说友谊是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差劲的危险家伙。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友谊开始行动了，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要倒戈到 K 组。友谊要抛弃自己饿了5天的队友叛变，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C 组只有3个人，一旦友谊叛变，胜负基本已定。但是别忘了，他可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渣。是否接受友谊的叛变，这一点就给 K 组决定。叛变的方法很简单，叛变方跟着对方队伍的人一起过来宣布叛变，只要对方队伍里有1人同意叛变即成立。叛变过的人不可以回到原来的队伍。虽然不喜欢友谊，但大家都觉得友谊的叛变对他们有利。黄毛百太郎和短发男千胜都表示同意，红毛男阿金出来提议和队长商量一下。听到这里，友谊笑出了声，他们居然连这种简单的决定都没法决定，实在是太好笑了。难道他们一直都是屁大点事儿都要让队长决定的吗？他们队长还真是什么都要管的。性急的百太郎听不得友谊污蔑队长，挥拳就要教训友谊一顿。阿金赶紧把人拦住，一旦使用暴力，他们会被立即判输的。队友摁着百太郎稳定他的情绪，阿金给队长打电话，最后队长得出结论，不接受友谊的叛变，理由很简单，不接受友谊的叛变，他们也能赢。他想出的攻略方法是完美的，所以不要动摇，相信他就能赢得胜利。如果友谊坚持叛变，就让另一个女生也叛变，这样就不会出现友谊叛变之后将他们的藏身处泄露的情况了。没想到计划这么快就暴露了， K 组的队长果然聪明，而这个计划的暴露其实也在友谊的算计之中。2天前，在藏好天智之后，友谊就和玛利亚说了他的计划。从现在开始，整整2天，他们什么都不干，好让对方认为他不想和 K 组为敌。然后在第3天，他会宣布叛变。他当然不可能背叛，但同时他也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如果叛变成功，他就会问出对方躲藏者的位置，然后告诉玛利亚。但这个计划10有8九会失败，因为他知道 K 组已经发现了这场游戏的攻略方法，那就是尾随搬运食物的队员。友谊问玛利亚，如果是普通的捉迷藏，他会让 K 组的谁去当躲藏者？为了降低暴露的风险，应该尽量让小个子阿金去才对。但是他们却派出了最魁梧的队长，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捉迷藏了，所以为了打持久战，让耐力最强的人藏了起来。如果叛变计划失败，友谊又有什么计划？在此之前，友谊需要确定一件事。友谊一步步逼近玛利亚，他说过他会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玛利亚认同这种说法吗？他能发誓对自己绝对服从吗？玛利亚答应了。于是友谊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听完友谊的计划之后，就算是玛利亚都吃了一惊，这个人果然是比想象中更差劲疯狂的混蛋。关于叛变之后的计划，友谊之前说的2天什么都不干其实并不正确，他会和敌方的队伍聊天，时不时激怒他们来寻找某样东西，一旦找到那样东西，他们就可以行动了。第3天早上，万里和阿金去给队长送食物，留下百太郎和千胜。友谊借机和百太郎搭话，掏出了不少 K 组的情报。最后话锋一转，他们冲击全国大赛的篮球队是怎么沦落到来参加朋友游戏的呢？他们5个人到底是谁接待了？见百太郎要说什么不该说的，千胜一把拦在2人面前，让他去监视玛利亚。结果到了地方，百太郎惊悚地发现玛利亚不见了，冲到河边才发现玛利亚居然在洗澡。百太郎瞬间脸色通红，扭头就跑。而就在百太郎因为害羞逃回营地的时候，友谊大喊一声找到了，抄起背包转身就跑。发现重击之后，2人立即分头去追友谊和玛利亚，最后追着他们来到了一处悬崖边。友谊和玛利亚没有逃过2人的追踪，但这其实也在友谊的计划之中。说着，友谊一抬手将身边的玛利亚推下了悬崖。苦苦等待的天智马上就要饿死了，但他还是没有摁下投降按钮。即使逃离了现在的痛苦，等待他的还是那些空虚的日子。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相信友谊是他自己说的，他会用自己的命一直等待下去。就在天智渐渐失去意识，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一股甘露流进了他的嘴里。友谊在最后关头紧急赶到了。
友一向天志说明了游戏的真正规则，而他的第一天没有告诉天志，就是想试探他在真正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是否会按下投降按钮。如果按下，他们失去所有；如果没有，他就再一次相信天志。而天志最终没有让他失望。天志问起友一的计划，友一表示自己能回到这里，计划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至于友一是如何甩开追兵的，玛利亚太有发言权了。虽然友一说过会利用他甩开追兵，却没想到会这么狠，而且还成功了。就在他摔下悬崖，千钧一发之际，百太郎拽住了他，并且还叫住了想要继续跟踪友一的千胜，一起把玛利亚拽了上来。虽然救了人，但友一却跟丢了。而友一之所以会将玛利亚推下去，是因为他知道百太郎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在这3天时间已经把 K 组5人的性格关系全部摸清了。他故意泄露自己的情报，又是妥协又是挑衅，并成功锁定了此次下水的目标。百太郎虽然表面上他是个热血笨蛋，但却是5人中最重情义，对待女生也非常单纯的人，所以面对玛利亚遇险，他绝对会救。而千胜是那种什么都擅长却都成不了第一的人，最善于伪装自己，这种人在心里憧憬着性格直率不虚伪的人。千胜也确实总是在关注着百太郎，所以面对对方的请求，很大概率不会拒绝，所以千胜绝对会帮助百太郎救下玛利亚。友一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他能一眼看穿人心，并瞄准弱点进行攻击。他已经完全掌握了 K 组5人的情报，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他们的关系全部破坏殆尽。而一切都正如友一所料，他回到小队仅仅1天，黄毛百太郎就宣布了叛变。为了获胜，不惜将队友推下悬崖，友一这个男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为了将 K 组的人际关系全部破坏殆尽，友一决定利用女队友使出美人计，而玛利亚也不负众望，察觉段位极高，3两下就让百太郎坠入爱河，又适时的表现出柔弱，假意脚受伤让百太郎背着自己走，一个劲儿的夸赞他温柔，后悔自己被分到了 C 组。回到营地之后，百太郎将发生的事告诉了队友。C 组一旦获取到食物，这场比赛又要被拖入持久战了。正说着，友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来了。不仅如此，还非常嚣张的一把搂过吓得发抖的玛利亚。百太郎实在看不下去了，气得青筋暴起，就要对友一动手。玛利亚急忙拦在2人面前，如果百太郎动手，就真的中了友一的计了。计谋被拆穿，友一非常粗暴地拽着玛利亚的头泄愤。阿金急忙向马拉布求证，这算是暴力行为了吧？马拉布却说这是队友之间的暴力行为，规则所禁止的是对对方的队伍使用暴力，所以不管友一怎么对玛利亚，他们都管不着。百太郎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玛利亚受欺负，于是提出让玛利亚叛变到他们队来。千胜非常谨慎，他认为这可能是 C 组为了套出他们的情报而使用的计谋，于是2人就吵了起来。百太郎骂千胜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千胜嘲讽百太郎被女人耍得团团转。阿金赶紧把快要打起来的2人分开，表示为什么不去问问神奇的队长呢？友一适时继续嘲讽，激得百太郎抢过电话就要说服队长。为了防止百太郎搞出什么幺蛾子，阿金决定带着他一起去找队长当面说。如今一切行动都在友一的掌握之中，顶梁柱的队长不在，没有缓解小冲突的支柱，千胜和百太郎的关系很容易瓦解。如果队长接受了玛利亚的叛变，玛利亚就会以自己有把柄在他手上提出拒绝，到时候随便编造一个极其惊人的理由，驱使愤怒的百太郎揍他，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不过他的队友肯定会拦着他，但他们之间的间隙就会加深，最后再让玛利亚诱使百太郎叛变。一旦百太郎成了队友，就能问出对方队长的藏身之处，只要走到这一步，他们必赢。但是百太郎和阿金回来后就说队长不同意玛利亚的叛变，但是如果百太郎真的想保护玛利亚的话，只有一个办法，百太郎宣布叛变到 C 组。不过他让队友放心，自己是绝对不会帮助 C 组的。友一立刻同意，并敞开胸膛对百太郎表示欢迎。百太郎扭头对着友一就是一拳，对内互殴不犯法，总算是能出口恶气了。结果友一一闪身避开，轻松将百太郎制服。他就知道百太郎肯定不会老实，这种人直接绑起来就行。晚上友一给天志打电话汇报情况，事情发展非常顺利。接下来只要问出队长的位置就行。百太郎被捕之后，友一派出玛利亚继续使用美人计。接下来友一为了逼问出躲藏者的位置，肯定会不择手段。而且听说友一还杀过人，玛利亚装作担心百太郎的样子，诱使他说出躲藏者的位置，却没想到百太郎说自己根本不知道队长在什么地方。友一懵了，百太郎不是早上刚去找过队长吗？怎么会不知道队长的位置？没想到百太郎根本没见到队长。半路上阿金说 C 组有异常，他们就折返了，最后都是在电话里联系的。友一终于明白了， K 组真正的队长根本不是负责躲藏的门仓，而是最不起眼的阿金。阿金也适时给友一打去了电话。友一确实很聪明，但他还是疏忽了。阿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控制住 K 组的行动，不过他现在已经注意到这点，今后不会再失误了。但阿金却说已经晚了，从友一接手百太郎这颗炸弹开始，就注定了他绝对会失败。友一也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神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到头来他还是被别人算计了。挂断电话的阿金
心情很好，他们 K 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接下来他会单独行动，去找出对方的躲藏者，大获全胜。金发女在监控室得意洋洋的和斜刘海炫耀他们 K 组的王牌，一个出生和成长环境非常普通，却是个做什么都能成功的天才，就连参加朋友游戏都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一场游戏，他暗中操控门仓作为傀儡队长，从而控制了整个事态。友一这边大喊不妙，他这么聪明，岂能不知阿金的意图？现在他们接手的百太郎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他向 K 组任何一人使用暴力， C 组就会被立刻判负。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只好把他绑起来。但这个计划是友一能在速战速决的前提下计划的，如今再次陷入拉锯战。为了防止百太郎打人，他们只能寸步不离的看守，相当于被困在原地无法行动。友一想把百太郎藏起来都来不及，千胜和万里已经找上了门。玛利亚待得不耐烦了，出去透气，却遇到了蹲他的阿金。阿金开门见山的戳破了玛利亚卧底的身份，毕竟游戏开始之前他们都被饿了3天，玛利亚却脸色红润有光泽。玛利亚也懒得装下去，问他有什么事。阿金表示想让玛利亚背叛友一，毕竟现在的局面是 K 组100%胜利，作为普通人这时候倒戈是很正常的事。而玛利亚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选择他会更加有趣，不是吗？现在倒戈就能欣赏到抖 S 自信无比的友一完败北到哭出来的表情，玛利亚顿时兴奋起来，于是借口自己无人监视，打电话以送食物为借口向友一要到了天知的躲藏地点，然后扭头告诉了阿金。友一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玛利亚，他居然叛变了。友一无能狂怒的跪地大喊完蛋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糟糕的地步。阿金自信满满，带着2个队友出动去找天智。来到躲藏地附近，阿金又接电话故意激怒天智，成功找到了天智的所在地。下一秒，马拉宣布游戏结束，所有人到中央地点集合。天智懵了，友一竟然输掉了吗？阿金自信满满，不要那么沮丧嘛，毕竟他们遇到的对手可是天才呀。2队人马集结，马拉公布胜出的一方，但赢的真的是 K 组吗？壮汉一拳将友一打倒在地。而第3场游戏，友情捉迷藏的胜者是 C 组，在场除了友一，所有人都惊呆了。自诩天才的阿金更是直接破防，不是他们先找到躲藏者的吗？确实是 K 组先找到的天智，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制胜条件，没错，是负责躲藏的门仓提前按下了投降按钮。让我们将事情倒回到玛利亚背叛友一之后，阿金带走了 K 组全员去寻找天智。等到所有人都走后，友一一改之前崩溃绝望的神态，渐渐爬起来逼近百太郎。现在确实是最糟糕的局面，可他没说自己必输无疑。从百太郎倒戈过来开始，他们就赢定了，只是他不想用这种方法获胜而已。门仓接到了友一的电话，让他摁下投降按钮，否则他就一直殴打百太郎，直到他投降为止。门仓觉得友一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然而手机里随后就传来了肉体殴打的声音，友一也确实在殴打百太郎。门仓狠下心让百太郎再忍耐一下，阿金很快就能找到 C 组躲藏者了。见殴打不起作用，友一决定毁灭一些无法被替代的东西。在之前和 K 组的闲聊中，友一得知他们是一个篮球队的。百太郎说过，之前的比赛因为自己投篮失误导致队长受伤，所以只有一直拼命练习投篮。门仓如果不按下按钮，他就折断百太郎的手指。篮球投篮很讲究技巧，手指的重要性不用他多说，手指一旦被折断，那他的手基本上就算废了。友一堵住百太郎的嘴，只给了门仓10秒钟的考虑时间。10秒一过，咔嗒一声脆响，门仓吓傻了，他对骨折的声音再清楚不过。友一真的折断了百太郎的手指，如果门仓不投降，他就会一直折，直到把百太郎的手指全部折断。门仓哭着大骂友一人渣，但友一反问他，造成这一切的不正是你吗？友一已经察觉到了 K 组欠了债，将其他人拉进朋友游戏的正是门仓，这个话题在 K 组是禁忌，而其他3人显然并不知道，所以只有可能是阿金或者门仓。既然阿金是幕后的队长，那么欠债的一定是门仓。他从之前的对话中已经摸清了门仓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而伤害别人。欠债的确实是门仓，因为家里做生意破产，他不得不高中辍学打工，但他无论如何都想再和大家参加一次比赛。这时候阿金找上了他，以绝对服从为条件帮他还债，欺骗了伙伴，按下投降按钮是他的错。但即便如此，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伤害了百太郎的友谊。门仓一拳一拳地砸在友谊的脸上，而此时出面拦下他的居然是百太郎。门仓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手指可是被友谊折断了呀，结果再一看，百太郎的手指一点事都没有，友谊折断的居然是自己的手指。友谊承认自己是个人渣，但即使如此，他也有着绝对不能输的理由。他打百太郎的拳都已经被门仓还了回来。这场游戏确实是 K 组输了，但是心高气傲的阿金却无法接受，他的作战计划是完美的，输的明明是这群拖后腿的队友。万里突然一把扛起阿金打屁股，让他不要再闹了，没有把这算计进入也是他的失误。原来万里是阿金的竹马哥哥，这里确实是他们输了，而且门仓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门仓为了胜利没有救百太郎，他们才是真的看错人了。
了，即使赢下了这一场，也会在下一场游戏中失败。即使输掉了比赛，增加了欠款，但 K 组的友谊仍旧没有变，能和队友一起参加一次比赛，门仓毫无遗憾。就像友谊和天志承诺的那样，他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友谊当然早就发现了玛利亚的真实身份，毕竟玛利亚一个弱女子，对她的高难度执行好得过头了。正是因为知道了玛利亚的身份，他才会毫无顾忌地把她推下悬崖。对方的背叛也是意料之中。友谊让玛利亚给运营方带个话，他一定会将朋友游戏彻底击溃。天志一把拉起友谊，他不认为友谊是个人渣，毕竟友谊到最后也没有破坏 K 组的关系，所以不管怎么说，他都觉得友谊是一个温柔的人。但天志不知道的是，如果门仓迟迟不投降，友谊是真的会去折百太郎的手指。至少以前的他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这样的他，天志还会觉得温柔吗？第3场游戏结束，友谊和天志暂时被放了出去，两个人回到学校准备找志法算账。然而推开门一看，教室里居然只有西木一人。西木哭着告诉两人，志法和阿成全都不见了。事情回到1周前，友谊和天志去参加了第3场游戏，剩下的3人暂时获得了回家的权利。临走前，马拉公布了他们 C 组的欠款为1800万。一听到这个数字，志法突然就慌了，而且在得知友谊和天志也知道欠款之后，志法就表现得很不对劲，坚称这是为了破坏他们友谊的谎言。3人回到学校，打算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而一进教室，他们却迎来了全班同学质疑的目光。副班长质问志法，是不是他偷走了班里的休学费？这种费用其他班都是走的转账，只有他们班是因为志法拜托了老师才交的现金。而且他们怀疑阿成也是同谋，即使知道了偷钱的是天志，但是关于游戏的事情他们无法透露。阿成站出来表示200万的费用他全包了，毕竟他可是有钱人。但就算是阿成凑齐200万，也要和家里人商量，所以他把朋友游戏的事告诉了家人，结果就导致在第2场游戏里的秘密曝光，阿成的父亲被捕了。之后阿成因为没能拿出钱的事和大家道歉，但却受到了大家的欺负，志法也再没来过学校。而就在此时，阿成家里出事了，阿成的父亲被杀，而嫌疑犯居然是阿成。有一个天志冲上前想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成刚提到了一句志法，就被身为警察的志法父亲拦下了。一看到可能导致自己父亲死亡的凶手，天志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友谊赶紧拦下天志，想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想到志法的父亲不仅不告诉，甚至还威胁他们不要再管了，否则就会失去重要的东西。这句话威胁别人还行，威胁的偏偏是友谊。小疯子友谊最不吃的就是威胁，直接对着警察刚了上去。他早就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了，想要阻止他的话就亲自过来。这件事明显也有志法的掺和。友谊和天志正打算搜集情报，新木找上了他们，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成和志法怎么了，友谊和天志又为什么这么要好。友谊却说不关他的事，因为在第2场游戏中，新木得知他是杀人犯之后就害怕了，所以他们早就已经绝交了。新木想要辩解，即使害怕他也一直在等着友谊回来和他解释，却没想到友谊更生气了。这只是志法让他做的事而已，他最讨厌新木这样的人，什么事都不能自己做决定，只是个拖后腿的存在，他已经是局外人了。新木被骂得哭了出来，友谊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新木，不想让他再被牵扯进来。但他万万没想到，刚回到家的新木就被绑架了。友谊说自己没有重要的东西，那新木算不算呢？朋友游戏番外篇，弱者得胜开启。小混混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刀把西木的上衣划成了2半。西木被绑，友谊被迫独自一人去参加朋友游戏的番外篇弱者得胜游戏。不过迎接他的却不是朋友游戏的主办方，而是以黑木为首的混混们。黑木用西木和友谊的秘密做威胁，游戏的规则是友谊将遭受3次肉体上的疼痛，如果他能忍耐到最后，他们就会将2人一起释放。但有一个办法能让友谊不用遭受暴力，就是西木代替友谊承受痛苦，西木来决定由谁承受痛苦。如果他选择了自己，那么他受到的痛苦会比友谊的轻一点。如果选择的中途友谊说话了，他们就要一起承受痛苦。自始至终选择权都在西木手中，重要的是看他是否会为了保护友谊而自我牺牲。第1轮痛苦开始，他们要选一个人被肌肉壮汉揍，西木选择自己只用承受1拳，选择友谊就是3拳，选择时间是5秒。如果西木没有做出选择，就默认是友谊。倒计时开始，西木因为极度害怕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友谊跺脚示意让他来，于是第1轮承受方为友谊，肌肉胸贵毫不留情地狠揍了友谊3拳。西木愧疚地表示下轮的疼痛由他承受。然而没想到的是，第2轮的痛苦居然是拔掉手上的指甲，被人抓着手摁在桌子上，西木浑身都在颤抖。偏偏黑木这时还说可以换成友谊，但如果是友谊的话，就要被拔掉3片指甲。黑木用钳子夹起了西木的指甲，只是轻轻一拔，西木就疼得大喊友谊。见此，友谊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拍了上来，一口气被拔掉了3片指甲，友谊疼得浑身颤抖。西木不敢看
看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对不起。友一突然开口问小混混们为什么黑木会是他们的老大，既没有力量还是个蛇脸变态。黑木哈哈大笑，当老大靠的可不是力量而是脑子，他可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其次他还有发生什么都不会害怕的胆量，最后是最重要的，他从不出卖同伴。友一听完之后露出了算计的笑容。接下来是第3轮游戏，西木要脱光了衣服在众人面前跳舞，如果不愿意就改成友一被刀子刺3下。黑木给了他们1分钟的时间商量，西木最终还是没勇气说出自己来，而是将选择交给了友一。他知道这次应该由他来承受的，但是这种话他实在是说不出口，所以还是让友一来决定，他绝对会听从友一的话的。最终友一选择了自己去承担。听到这个决定，黑木哈哈大笑，肆意嘲讽着西木，你还真是个什么都忍受不了，什么都无法做决定的垃圾啊。黑木用刀子刺了友一的手整整3下，剧烈的疼痛让一向能忍耐的友一都忍不住惨叫出声。3次痛苦承受完毕，游戏结束，黑木放2人离开。不过他们的关系肯定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友一很久没有这么的生气了，然而他生气的对象并不是身为弱者的西木，而是黑木。友一安慰西木自己并没有生他的气，这是绑架犯的常见手段，不听从要求就加害人质。绑架犯会对不听从他们的人进行诱导，让他们认为自己是罪恶的，但真正有错的人其实是引发这一切的绑架犯。西木只是受害者，没有必要愧疚。西木一把扑进友一怀里，友一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但是友一对他真的很好，所以他选择相信自己认识的这个温柔的友一。友一包扎好伤口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叫住黑木要再和他玩一场游戏，如果他赢了，友一就给他1000万日元的现金。如果黑木知道他秘密的话，就应该明白他拿出这点小钱是轻轻松松的事。而游戏也很简单，就是猜拳，如果黑木赢了就能获得1000万，但如果输了就要切掉手指，如果出布输了就切掉5根，出剪刀就切掉2根，如果出拳头就不用切掉手指。根据出拳的情况，所承受的风险也会随之变化。友一安慰黑木不用担心，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用伤手的话他只能出拳头和布。眼看友一二话不说就要开始，黑木急忙叫停，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友一步步逼近，对你这么有力的游戏还犹豫，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只要猜拳赢了就能获得1000万。友一再次增加筹码，如果黑木赢了，他就给在场的所有人1人100万的奖励。这一下所有人都沸腾了，这场游戏对黑木是极度有利的。既然你又聪明又有胆量，那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友一高喊着让大家给黑木加油，黑木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游戏，赶紧头脑风暴思考自己怎么才能赢。正常情况下，出布是最高风险，出拳是最低风险，但要赢低风险的拳，就要出高风险的布。现在友一最大的优势是没法出剪刀，所以他只要出布就不会输，最糟糕的情况也只是平局而已。但出现了平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黑木突然灵机一动，该不会友一的目的就是平局吧？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他会出布，而只能出布和拳的友一当然也会选择出布，那他出剪刀不就赢定了？笑死，这一定是个陷阱，他才不会上当。出剪刀极有可能获胜，但友一如果出石头他就输了，到时候可是要被切掉2根手指的。即便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哪怕是存在0.1%的可能性都会败北。友一突然开口问他是不是打算出布，毕竟他也只有这点能耐了。黑木成功被激怒，那又怎样？反正友一也只会出布，但友一却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不会出布。比赛正式开始，黑木坚持地出了布，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友一居然出了剪刀。黑木惊呆了，友一居然用的是左手，他的右手是只能出布和石头，但他可没说自己不会用左手啊。明白自己被耍了，黑木恼羞成怒地指挥手下教训友一。而就在此时，朋友游戏官方破门而入，很快控制住了局面。原来黑木根本不是朋友游戏的人，友一在黑木打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对，于是让天智在他走之后联系了正版。在黑木被逮捕之前，友一还有事没做，猜拳游戏是黑木输了，也就是说黑木欠他5根手指。小刘海一脚踩住黑木的手，让友一快一点。这下形势彻底逆转，友一一脸恶人样转着刀子戏耍黑木，并给了他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让别人代替他受刑，那样只用割下1根手指。黑木如蒙大赦地看向周围的小弟，但不管他如何求刑或者威胁大骂，都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受刑。不过万幸的是，在这期间友一已经失血过多晕倒了。黑木被抓之后仍旧愤愤不平，但小刘海早就看穿了一切，因为友一从一开始就打算出剪刀，在他说出自己只能出拳和布的情况下，黑木唯一获胜的办法就是布和剪刀，也就是说友一把他出拳的想法抹除掉，而保证了自己不会输。而且他输掉的可不只是手指。和友一猜拳的过程中，他暴露出了自己愚蠢的头脑、狭小的气量以及试图出卖同伴的行为。仅仅一场游戏，他就彻底失去了做老大的资格。友一轻松夺走了他的所有同伴，昏迷的友一被救护车抬走，但天智和西木却要去参加下一轮游戏，去营救背上5亿负债的杀人犯阿成。
成。天之向友一发誓一定会将阿成救出来。被友一救下的新墨也不愿意再当局外人。第4场游戏，友一有罪法庭正式开始。